你以为命运之轮这张牌是在告诉你，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所以你只能接受安排吗？其实不是，命运之轮真正要告诉你的是，人生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个不断转动的循环。你现在的高峰不会永远停在高峰，你现在的低谷也不会永远停在低谷。真正重要的不是命运之轮转到哪里，而是当它转动的时候，你有没有看懂自己站在什么位置，又该做出什么选择。在韦特塔罗牌里，命运之轮的画面非常神秘，中央是一个巨大的轮子，轮子上有许多符号、字母与神秘图案。它不像战车那样有明确的方向，也不像力量牌那样有明确的人物动作，它给人的感觉比较像是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正在推动人生往下一个阶段前进。这个轮子就是人生的变化，也是因果的运转。很多事情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过去累积到某个时间点后开始显现结果。你今天遇到的机会，可能是过去努力种下的种子，你今天碰到的困难，也可能是过去忽略、逃避、拖延的事情，终于到了必须面对的时候。所以命运之轮不是单纯的好运牌，也不是单纯的坏运牌，它更像是在提醒你，人生的局势正在改变，旧的状态快要结束，新的阶段即将开始。牌面上的轮子旁边有上升与下降的象征，有的力量正在往上走，有的力量正在往下落。这就像人生里的起伏，有时你突然遇到贵人、机会、突破、转机，好像什么事情都顺起来了，但也有时你明明很努力，却遇到阻碍、变动、失去、延迟，好像命运正在考验你。可是命运之轮最深的智慧在于，上升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永远不会下来，下降的时候也不要以为自己永远没有翻身的机会。如果你正在顺境里抽到命运之轮，这张牌不是要你骄傲，而是提醒你要珍惜时机。因为好运来的时候，最怕的人不是没有机会，而是机会来了却没有准备。当别人愿意帮你，当事情开始打开，当你感觉局势比过去顺利，你要做的不是挥霍运气，而是把运气转成实力，把机会转成成果。感情上，如果你遇到命运之轮，可能代表一段关系正在进入转折，也许是突然相遇，也许是旧人重现，也许是关系到了必须定义的时候。这时候不要只问它是不是我的命中注定，你更应该问这段缘分出现是要我学会什么。因为有些人出现是来陪你走一段，有些人出现是来让你看见自己的执着，有些人出现是来推动你从过去的模式中醒来。如果感情正在顺利，命运之轮提醒你不要把幸福当成理所当然，要主动经营，不要因为对方现在对你好就忽略沟通、承诺与付出。轮子会转，热情会变，关系能不能长久，不只靠缘分，也靠两个人是否愿意一起面对变化。如果感情正在低潮，这张牌也不是叫你绝望，它提醒你，现在的卡关可能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转折点。你要观察的是，这段关系是在进入更成熟的阶段，还是在提醒你该离开一个反复消耗你的循环。如果你们一直重复同样的争吵，同样的冷战，同样的失望，那命运之轮就在问你，你真的要让自己一直被同一个模式困住吗？事业上，命运之轮常常代表机会、变动、转职、升迁、合作、环境改变，甚至是突然的外部因素影响。这张牌出现时，代表你不能再用旧方法面对新局势。市场会变，客户会变，组织会变，时代也会变。你以为稳定的东西可能开始松动，你以为没希望的方向可能突然打开。所以在工作上遇到命运之轮，最重要的建议是不要僵化，你要保持弹性，观察趋势，主动调整。如果机会来了，不要因为害怕改变而错过；如果环境变差，也不要只是抱怨命不好，而要重新检查自己的能力、定位与选择。财务上，命运之轮提醒你，钱财有流动性，
不可能永远只进不出。赚钱的时候要懂得累积，支出的时候要懂得控制，投资的时候更要知道风险。这张牌有时代表财运变好，但也可能代表财务波动变大。它不是要你赌一把，而是要你看懂周期。当运势好的时候要建立安全网，当运势弱的时候要避免冲动决策。人生最怕的不是命运之轮转动，而是你不知道它正在转。很多人遇到变化时，第一反应是抗拒，他想留在原本的位置，想抓住过去的安全感，想让一切不要改变。可是命运之轮告诉你，有些门关上，不是要惩罚你，而是因为你不能再停留在旧阶段了。这张牌对应到人生最核心的主题，就是顺势而为，但不随波逐流。顺势而为不是什么都不做，不是把责任全部推给命运，顺势而为是看懂局势正在往哪里走，然后用最清醒的态度做出最适合的选择。不随波逐流则是即使外在环境一直变，你仍然知道自己的原则、方向与底线。如果你最近抽到命运之轮，请先问自己3个问题。第一，我现在的人生是正在上升、下降，还是准备转向？第二，现在发生的事情是偶然的意外，还是过去累积的结果？第三，如果这是一个转折点，我要继续重复旧模式，还是开始做出新选择？当你在低潮时，命运之轮要你记住，不要因为一时不顺就否定自己。低谷不是永远，失败不是结局，延迟也不代表没希望。你要做的是整理经验，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同时让自己变得比以前更成熟。当你在高峰时，命运之轮要你记住，不要因为一时顺利就忘记谦卑。越是顺的时候越要稳，越是有机会的时候越要看清楚。因为真正能走得长久的人，不是只会在好运来时冲刺，而是懂得在好运中建立根基，在变动中保留退路。如果你正在面对选择，命运之轮提醒你，不要只看眼前的得失，又看这个选择会把你带进哪一种循环。你选择逃避，就会进入反复拖延的循环；你选择面对，就会进入成长的循环；你选择贪快，就可能进入失控的循环；你选择稳健，就可能进入累积的循环。命运不是只在天上，命运也藏在你每天重复的选择里。所以命运之轮最震撼人的地方，就是它一方面告诉你人生有不可控制的变化，另一方面又提醒你，你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用什么态度面对变化。你不能命令轮子永远停在高处，但你可以在高处时准备下一步。你不能阻止轮子有时往下转，但你可以在低处时不放弃自己。你不能控制所有外在变数，但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反应、判断与行动。命运之轮不是要你迷信命运，而是要你看懂命运的节奏。该前进的时候不要犹豫，该等待的时候不要焦躁，该放手的时候不要执着，该把握的时候不要错过。如果你最近正遇到人生的转折，请你记住，变化不一定是坏事，它可能只是命运正在把你推向下一个版本的自己。你以为失去的是安稳，其实可能是脱离旧循环的开始；你以为遇到的是意外，其实可能是人生要你重新选路的讯号。命运之轮最后想告诉你的，不是你什么都不能改变，而是当改变来临时，你要醒着。因为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永远好运的人，而是在好运来时懂得珍惜，在坏运来时懂得修正，在变局来时懂得转身，在循环里看懂自己的课题。如果你也曾经历过人生突然转弯的时刻，或者最近正感觉命运之轮开始转动，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现在是在上升、下降，还是准备迎接新的转折？也许你的故事正好会让另一个正在低谷里的人看见重新翻转的希望。